這周 Steam 榜單瘋了，那些霸榜半年的氪金大佬竟然全被踢下去了。李小編帶你看玩家掏真金白銀買出的本周前10強，尤其是第1名這款黑馬絕對讓你大吃一驚。我們直接從第10名開打。第10名是我們的養肝神作《星露谷物語》。最近因為作者又手滑發了個 2.0 更新的預告圖，全球農夫集體回流，這遊戲就是有一種魔力，讓你在現實中連窗台盆栽都養不活，卻能在虛擬世界裡天天4點起床下田。李小編的農場都荒廢10年了，看來是時候回去看看我的豬了。第9名又是這個熟悉的身影，《碧血狂殺2》，只要它一特價，榜單就有它的位置。這遊戲的細節多到讓玩家懷疑 R 星是不是真的養了一群馬。雖然你的人生進度已經從單身變成帶娃，亞瑟摩根還是在那邊等你，沒買的人真的別再等了，這價格買個馬廄都不夠啊。第8名是電子海洛因《百德之門3》，即便已經發售這麼久，大家還是熱衷於在裡面研究怎麼跟熊談戀愛。雖然李小編的骰子點數永遠是1，但這並不妨礙我繼續在裡面浪費幾百個小時。如果你想體驗什麼叫我只玩1小時，結果天亮了，這款絕對是首選。第7名《電馭叛客2077》，這款逆風翻盤的教科書，這周又靠着史蒂特麥衝進前10。現在的夜城已經不再是那個走在路上會突然嵌入牆壁的奇幻世界了。即便你的顯卡是10系列，只要肯降低畫質，你依然能感受到這份未來的殘酷。李小編只能說，現在買真的是血賺。第6名《莊園領主》正式告別搶先體驗，推了 1.0 正式版。這款由一個人開發的神作，讓所有大廠都汗顏。雖然我的村民還是會因為沒木頭燒而凍死，但我看着這絕美的中古世紀風景，還是忍不住想多蓋幾間房子。這是一款能讓你同時感受到權力與貧窮的遊戲，值得一試。進入前5名，首先看到的是褪色者們的老家艾爾登法環。這周因為 DLC 2周年紀念特惠，一大票新的受死者集體入坑。不管你是在蓋利德被大狗咬，還是在幽影的被 BOSS 扁成豬頭，法環的魅力就在於你明明被打得想砸手把，睡一覺起來還是會想回去受虐。這款遊戲不需要我多介紹，它是能讓你重新定義挫折感的神作。如果你到現在還沒當上艾爾登之王，這次特價就是你最後的尊嚴。別猶豫了，顯卡已經準備好冒煙，就缺你這位褪色者去送死了。相信我，這種痛苦是會上癮的。第4名《龍族教義2》，這周迎來了發售後的首次史上最低5折。雖然發售初期因為優化問題被罵慘，但現在的龍2已經是完全體了。除了那種雖然有快速旅行，但我偏要讓你走路的硬核堅持外，它的動作感與冒險感依然是頂級的。這價格，我的錢包已經自動投降了。李小編最喜歡看隨從在那邊跟我碎碎念，雖然有時候真的很吵。如果你喜歡那種真的在中古世界冒險的感覺，而不是在玩清單模擬器，那龍2絕對是你的菜。趁着半價趕快入手，雖然你的 CPU 可能會在大城市裡尖叫，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季軍是《絕地潛兵2》，本周推出的大型改版《民主的呼喚》，讓已經退伍的老兵們集體重操舊業。雖然我們還是會被隊友的軌道炮誤傷到懷疑人生，但那種為了超級地球灑熱血的神經質浪漫，就是讓人停不下來。這周榜單衝到第3，說明大家還是很渴望被蟲子碾壓的。李小編提醒，如果你這周看到有人突然在路上跳舞喊着民主，別驚訝，他只是剛從前線回來。這遊戲目前的環境非常火熱，即便沒特價也建議入群，畢竟能合法轟炸隊友的機會真的不多。快跟上，超級地球需要你的骨灰。亞軍黑神話悟空，這款遊戲已經不是在賣遊戲，而是在賣一種文化衝擊了。即便已經發售快2年，它在榜單上的地位穩如泰山。這周名次不降反升，可能是因為大家突然發現，原來除了這只猴子，其他遊戲的打擊感真的很難滿足我了。李小編已經2周目通關，還是想回去敲小怪。這只猴子之所以能霸占你的硬碟，是因為它真的太懂男人的浪漫了。不管是那如夢似幻的場景，還是那讓人想摔手把的 BOSS 戰，都是一種頂級享受。如果你還在觀望，李小編只能送你一句話：別等折扣了，早買早超生，不然你永遠不知道這根棒子有多硬。本周冠軍《魔物獵人荒野》發售1周年慶典，加上首次7折，讓全球獵人們集體暴走到 Steam， 伺服器冒煙。這款遊戲告訴我們，
不論男人平時在社會上多正經，只要手裡拿着大劍，大家都是看着火龍尾巴會流口水的野蠻人。栗小編這週連熬了3個通宵，只為了那一塊天靈。荒野的開放生態系統真的會讓你覺得這些魔物是活的，你不只是在打怪，你是在參與生態鏈。雖然你是頂端捕食者，如果你還在考慮要不要當獵人，栗小編要警告你，這是一條不歸路。你的睡眠、你的肝、你的指關節都會離你而去，但你會獲得無與倫比的成就感。這週榜單第1，實至名歸。最後，恭喜這10款遊戲在本週慘烈的廝殺中脫穎而出。不管你是喜歡在夜城當傭兵，還是在法環受虐，或是回老家種田，希望這份榜單能幫你找到下一個消磨時間的坑。我是栗小編，錢包已經見底，我們下週榜單見。